关于这个田和子以及副 CP 展和刘，我估计他们以后的发展方向，从此之后应该就是大相径庭了。为什么以后是大相径庭？我待会儿跟大家来说。在说这件事情之前，跟大家来说一下，你很多人留言告诉我说，王在9月份的广电的那个文件说，这个是不是以前参加过耽美的演员，以后任何戏不管大大小小是不是都不能参演了？到目前为止，我没有得到这样的消息，对不起。我觉得应该就是假的。按照我之前跟你们讲的视频，我已经说过了。你就拿现在的天和子来说吧，目前你说大戏大制作的，你包括顶奢商务方面的，以及大的综艺方面，应该暂时不敢与他们合作了，因为我说过这次资本已经赌输了。但是他们俩，你比如说小戏，应该包括小的一些代言一些慈善，都应该陆续的会展开他们俩以后的发展方向，我上个视频也说，我再强调一遍吧，就是稳扎稳打，靠新作品累积人气和人脉。那这条路可能稍稍的有点漫长，但是这条路相对是安全的、保险的。所以我再次强调一遍，那他们俩目前不是劣迹艺人如果你还不懂，可以看看我以往的视频。那么今天主要讲的就是这个副 CP 跟主 CP 为什么发展方向会大相径庭。大家都知道这个微博在那边开了一个交流会，我推测这个交流会早都已经在谈了从那个戏播出之后早都已经在谈了。其实最早谈的时候，其实资本也得赌风口嘛，对吧？但是这次已经赌输了，本来想请的应该是主 CP 但主 CP 他们目前都签约了各家公司，而且之前遇到这么大的舆论风波，主 CP 是不可能参加的。但是你得撑场面对吧？而且资本是无利不往的，资本为什么去在那儿搞一个交流中心？因为就看好了耽美的这块大蛋糕。如果说这次资本赌赢了，你会看到批量的耽美剧像雨后春笋般一下就冒出来了。那这次已经赌输了，但是资本依然能够嗅到那这块的一个小蛋糕。子和田就是一个例子，他们不会放弃，因为毕竟可以盈利的，资本本身就是盈利的。那么主 CP 请不到，那肯定会去找副 CP 来去撑场面。你试想一下，如果整个剧的几个主演都不去，那我估计这次交流会应该是就会非常失败。之所以这么火爆还是因为副 CP 他们去配合了这次活动。那很多人问，那王他们俩傻吗？那他们俩为什么现在资本赌输了，为什么要去参加这样一个活动？那当然了，那第一，因为目前以副 CP 他们的声量跟主 CP 来比的话，那肯定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想要快速的提高声量，那没办法，那只能通过这种方式先成名。娱乐圈里面有句话，黑红也是红，有句话，风浪越大鱼越贵，所以他们也在冒风险。或者说我个人推断，这个就很重要了，因为资本最擅长做的事情就是画蛋糕。我个人推断，应该很快你会能看得到这对副 CP 应该有下一部戏应该还是耽美的，他们俩应该会有再度合作。所以他们俩就想对吧，短时间内能够提高，当演员嘛，谁不想红能够提高自己的声量，而且在那边还有粉丝见面会，还有变现的可能。你既能实现自己的梦想，既能当演员，还能提高自己的声量，还能赚钱，那何乐而不为呢？比如说现在这个阶段，你让他回到我们这边来拍戏，你顶多当个男三、男四、男五，大戏你不可能。所以如果让我来选，我可能也会去选择这个，因为这个毕竟我还能当演员，我还能成名，我还能挣得更多的钱。所以他们当面临着人生选择的时候，他们选择了现实。所以从目前这个阶段，你能看得出来，主 CP 和副 CP 他们的发展路线已经大相径庭了。他们俩目前的目的还是以提高自己的声量。那接下来如果再出一部耽美，会不会能达到子和田现在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声量？我觉得是非常有可能的。如果以他们俩目前的人气和声量回到内娱来发展，那很明显是比不过主 CP 的。而且大戏你也演不了，你别说大戏了，小戏里边你演男一男二的可能性其实都不是很大。包括现在主 CP 在内娱的发展也没有达到资本的预期，所以他们只能破釜沉舟，主动选择了以主 CP 稳固这帮 CP 粉的同时，为下一部戏做好了铺垫和准备。那他们俩不可能总拍耽美吧？那最起码我觉得短时间内他应该是这么来想的吧。当你有了更多的声量之后，慢慢的再回到内娱来，一点点的再累积作品，就像现在的田和子一样。所以你会发现，目前这个主 CP 和副 CP 他们俩目前发展的路线，现在已经是大相径庭了。现在虽然说田和子现在已经，虽然这次资本赌输了，没有大制作、大的综艺能参加，你看现在陆续的小活动，陆续的代言，你看那个谁刚刚拿下了新的代言，那个子呢也成为了这个文明交通宣传大使，一点点的都在巩固他们自己的事业，包括新歌也好，包括更多的综艺活动也好，包括告黑也好。告黑我之前说过为什么告黑，没有看过之前的视频可以去看一下，就是他们现在的发展都已经步入了无奈的正轨。那么接下来会不会成为顶流，那就看接下来现在累积的作品里边能不能出现爆品，但这个过程或许有点稍微漫长，这个就要有运气的成分了，好吧？关于那对副 CP， 你看王导这次推断的准还是不准？我相信应该不久，半年之内，我个人推断
应该能看到两人再度合体，应该有新的耽美剧两人去主演。你看王德猜的准还是不准就可以了。至于这个田和子会不会合体，我之前已经说过了，他们俩暂时合体的可能性基本已经没有了，因为各自都已经签了不同的公司，各自都在自己的轨道上发光发热。那他们俩再度合体的可能性，好不容易已经洗成这样了，对吧？资本已经帮他们洗成这样了，那我觉得合体的可能基本为零，基本已经没有了，好吧？那么关于这几个人呢，我还会持续的关注。还是那句话，有任何不懂的，热搜上任何问题，包括娱乐圈里的任何明星，热搜上不懂的、不明白的，可以随时来问我。最后如果你觉得王德对你还有所帮助的话就给王德点点关注就可以了。